上集说到，达里尔和罗西塔应聘了联邦士兵，为了能让孩子们过上好日子，身经百战的二人也得从基础训练开始。今天依旧由指挥官墨瑟对他们进行考核。等众人分好组队后，随着哨声响起，四人立即冲进了破旧的屋子里面。罗西塔手拿匕首，小心翼翼地朝着屋内走去，他的搭档紧紧地跟在他的后面。刚走进屋子里，一个丧尸便从门里冲了出来，仓促之下，罗西塔被推到了墙边。他用尽全力一推，重新将丧尸推到里面，然后瞅准时机，一刀便洞穿了丧尸的脑袋。确定这里暂时只有一只丧尸后，他把匕首递给了搭档，二人继续朝着下一个房间前进。而男人刚进去，便被一只丧尸给扑在了身上。罗西塔看到后，赶忙冲了过去，然后抓住丧尸的胳膊将其拉开。男人也不怂，见到同伴帮忙，赶忙捡起地上的匕首，朝着丧尸的脑袋刺了过去。稍微喘口气后，他们继续前进，来到最后一个房间，带红叉的丧尸已经出现。罗西塔刚想上去帮忙，可身后又走来一只，他赶忙挣扎着不让丧尸近身。虽然他的手里没有武器，可他战斗经验十分丰富。只见他弄断了丧尸的小腿，然后硬生生地将其抽了出来，血淋淋的骨头便被他当成了武器。他这边刚解决了眼前的丧尸，搭档那边也成功的将带有红叉的目标击杀掉。他们这一组无论配合还是速度都是相当不错的。可反观达里尔这边，他们刚冲进屋子，就看到了两个丧尸正在啃食血肉。弩哥毫不畏惧地冲了上去，一边解决着丧尸，一边让搭档赶紧朝前走，不要把时间浪费在这里。男人还想帮忙，可弩哥压根就看不上他的战力。等搭档走后，弩哥捡起一块石头。男人在下一个房间也遭遇了丧尸，不过由于战斗经验不足，刀子直接卡在了丧尸的肩膀上。也就是这时，他们这组的击杀目标出现了。达里尔没有选择先帮助队友，而是朝着任务目标冲了上去。男人此时快要坚持不住了，直接被丧尸推倒在了地上。关键时刻，墨瑟开枪救下了男人。对于达里尔击杀了任务目标，他的脸上看不到丝毫的满意。What was that? It was good. I was right there. 墨瑟垮着张脸说道：“这次训练是要考核团队作战协作，而你却只顾着完成任务。反观罗西塔那边，他们二人就完成得非常出色。”说完，他让达里尔跟他单独走一趟。而另一边，自打上午卡妈看到以西结难受的样子时，心里就有些担心他的病情。于是他找到以西结询问，得到的回复却是挺好的。以西结越是这么说，他就越是担心。于是中午的时候，卡妈拿着鲜花来到了联邦的医院里，他打算摸进档案室里看看以西结的病历。Oh God, so I am such a klutz. 还得是咱卡妈，不动声色的便从管理员那里顺到了钥匙。这一连串的举动熟练的让人心疼。随后他悄悄地溜进了档案室。经过一番翻找，很快他便看到了以西结的病历，上面写着手术排队编号147号，里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病情描述。这时有人推门走了进来，他赶忙侧过身子躲避。可等他看清来人是谁的时候，也就不再隐藏，因为进来的是由美子的弟弟汤米。Carol,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Sorry. 因为由美子的关系，他们早就见过面，并且已经很熟悉了，所以卡妈直接开门见山地说明了来意。What do you want to know? 塔罗尔悲伤地说道：“我知道以西结的病情严重，必须要手术，也明白联邦人口众多，需要排队。我想知道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轮到147号。”汤米接过病历，快速地扫描了下，然后坦诚地说道：“这确实需要等待很长的时间，或许1-2年都说不准。”接着他请求卡罗尔要对排队的编号进行保密，因为患者们都不知道自己的排队情况，一旦泄露出去，大家都会有麻烦的。Does Ezekiel know how bad his chances are? He knows the odds aren't good. But he doesn't know there's likely no chance I'll get the surgery unless, by some miracle, he moves up the line. I'm sorry. I wish I could do more. 卡妈收起了泪水，汤米的一句话倒是点醒了他，要想让排队位置奇迹般的靠前，那就只有位高权重的人才能办到。从医院出来后，卡妈就在帕梅拉的办公楼附近转悠，想着该怎样找个机会接触到那个女人。就在他眉头紧皱思量该怎么办的时候，刚好看到了大总管兰斯抱着一箱东西在和帕梅拉的秘书交谈。原来今晚帕梅拉要举办晚会，兰斯筹备的东西被嫌弃档次太低了，根本上不了高端台面，这给他气得直接将怀里的东西丢进了垃圾桶里。
卡罗尔看他走了，好奇的赶忙过去查看是什么东西。可不曾想，刚刚那一箱东西竟然是红酒。顿时一个想法在他的脑子里冒了出来。而另一边，诺瑟带着达里尔来到了一片树林，与他们同行的还有那个公子哥。罗西塔有些不放心的也跟了上来。对此，诺瑟只是简单的询问了下，并没有反对，反倒是那个公子哥见到她漂亮，不由得调侃这样姿色不错的志愿者越多越好。原来他们这次出来是陪公子哥训练，任务就是在一旁保护他的安全。而身为联邦军队指挥官的莫瑟，却要像个仆人一样跟在其身边。达里尔和罗西塔把袋子放下，打开一看，俩人都傻眼了。这不是他们来联邦之前上交的武器吗？罗西塔一眼就看到了自己的长刀，达里尔也摸到了自己的老伙计。Supposed to be funny? He gets the newest ones for his drills. Advanced military training, Mercer. Advanced military training. 从这里就能看出，联邦的官僚制度其实已经腐朽得很严重。公子哥仅仅是帕梅拉的儿子，地位竟然可以凌驾于保护社区安全的指挥官头上。Not worth my time. 公子哥拿起这些武器，一一挥舞了起来，感觉不顺手的更是直接随意的丢在了地上。达里尔想教他发力技巧，可回应他的只是嘲讽而已，给他俩气的恨不得上去踹他几脚才解气。这些武器陪伴他们度过了无数次的困难，可以说是他们荣誉的象征。可现在就这么被这个纨绔子弟随意的丢弃。最后这货选了半天，选了一把杰瑞的战锤，他可能觉得这玩意儿很威风。诺瑟三人负责把集装箱的丧尸放出来，每次只放出2只，由达里尔引导到公子哥的面前，剩下的就交给他表演。公子哥挥舞着铁锤解决掉了第一个，然后顺势将锤子丢掉。他还想嘚瑟的试试其他的，接着他拿起了达里尔的短刀，然后摆好了架势，等待丧尸的靠近。这一刀扎在了丧尸的脖子上，而且刀子还被卡住了，一时间僵持在了原地。刚刚打猎回来的帕梅拉恰好经过这里，于是便停下来观看儿子的表现。达里尔见这货跟丧尸掰扯半天还没分开，恐有意外的他拿起了自己的弩箭，一箭便将丧尸解决了。这可把公子哥给激怒了，他怒气冲冲地看着达里尔，质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是看不起自己吗？ Are you serious? This is the future soldier of the Commonwealth. 他还想吐槽些什么，转头却看见了不远处的母亲正看着他，他这才有所收敛。他哪能看不出母亲失望的表情？这一切都是因为这个混蛋，害得自己在母亲面前出了丑。从这儿他便记恨上了达里尔，接着他朝着帕梅拉那边追去，想着去好好解释一番。等他走后，达里尔这才把地上的武器一一捡起。莫瑟在旁边说道：“你刚才不该插手的，他不会有事。” Fail another team building exercise? 听到达里尔的嘲讽，莫瑟也不生气，反而语重心长地说道：“我知道你习惯了自己解决事情，我非常理解，但那不是这里运行的方式。有时候我们要互相帮助才能取得胜利。” What does that have to do with that little prick's ego? 莫瑟接着说道：“如果你能懂得人情世故，他就会给你家人一个不错的生活。有时候我们确实很无奈，不得不放下自己的做事方式。”莫瑟作为联邦军队的指挥官，本应该是位高权重的，可还是要被一个纨绔呼来喝去。他今天就是故意带达里尔来到这里，想以自己为例子，劝解他收敛锋芒。过了一会儿，达里尔带着一些食物回到了公寓。他们的宿舍十分破旧，隔音效果几乎没有，嘈杂的噪音充斥着整间屋子，就连他们交流都得提高音量。朱迪斯高兴地和他分享着今天的趣事，他交到一个朋友，对方还送了一张唱片给他。接着他询问达里尔自己能够拥有零花钱吗？因为他想还一个礼物给朋友。达里尔有些尴尬，因为他根本就没钱，所以只能是安慰朱迪斯等自己工作转正了，既可以搬到新的房子，月月还能领到工资。没想到末世15年后，打小就是小混混的弩哥居然要为了挣钱而头疼。接着他询问朱迪斯和 RJ 觉得这里怎么样，因为这里不自由，他有了离开的想法，只是没想到这两个小家伙表示这里很好，都想留下来。弩哥心里叹了口气，这一刻他似乎明白了莫瑟对他说的话，为了家人有时候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方式。与此同时，塔妈偷偷地溜到了联邦外城，找到了一处末世前售卖红酒的地方。他来这里是打算找一些高档次的红酒，这样才能和兰斯攀上关系。但是末世这么多年过去了，店里的红酒早就被搬空了。好在细心的他发现了一份运货清单，上面有写着一个存储红酒的地窖。接着卡妈根据清单上的地址，一路寻到了联邦社区的边缘位置，外城基本没什么人会来。很快他便找到了那个地窖，运气不错，这里的货架上摆满了各种品牌的红酒。有了这些红酒，以西杰的手术有望可以提前安排了。接着他想挑选一些上档次的带回去，可下一秒